大家好，今天咱們來聊聊 Siri 這位老朋友。說起來你可能不信，這個你天天在手機上調戲的語音助手，最初竟然是個美國軍方項目。對，就是那種特工電影裡會出現的高科技玩意兒。故事要從2003年說起，那一年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，也就是大名鼎鼎的 DARPA， 拿出了2200萬美元的巨款，找到斯坦福國際研究院 Siri 說咱們要搞個大項目。這個項目有個很學術的名字叫 CALO， 全稱是認知助手學習與組織系統。但其實背後藏着個小心思， CALO 在拉丁語裡的意思是士兵的僕人。你看，軍方從一開始就想得很明白，要給前線的士兵配個能學習、能思考、能解釋自己在幹嘛的智能助手。這可不是什麼簡單活兒。要知道 DARPA 可是互聯網的親爹 GPS 的幕後推手，這次他們想搞的東西技術難度更高。項目整整幹了5年，從2003年到2008年，參與的研究機構遍布全美，這可能是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人工智能項目。項目的核心技術說起來挺玄乎，但本質上就是2件事：讓機器聽懂人話，然後理解你到底想幹嘛。前者叫語音識別，後者叫自然語言處理。聽起来簡單，但你想想，全世界幾千種口音、各種方言俚語，機器要能全聽懂，這得多難。2007年，3個研究員看着手裡的技術，覺得時機成熟了。達格、基特勞斯、湯姆·格魯伯和亞當·切耶爾成立了自己的公司，就叫 Siri。這個名字可不是什麼縮寫，很多人以為是語音解釋和識別接口的首字母，其實就是基特勞斯隨便起的，因為在他老家北歐，Siri 是個挺罕見的女孩名字，短小精悍，好記。公司很快拿到了2400萬美元融資，分2輪完成。然後在2010年2月 ，Siri 作為一個獨立的 APP 上線了蘋果應用商店。這時候的 Siri 可厲害了，你可以讓它幫你訂餐廳、查天氣、解數學題，它還能調用 Yelp 找評價，用 Wolfram Alpha 做計算。關鍵是它還挺有個性，會說俏皮話，甚至還能懟你2句。很多人下載了之後覺得，哇，這就是未來啊！創始團隊原本還計劃把 Siri 推廣到安卓和黑莓手機上，畢竟當時安卓勢頭正猛，黑莓還沒涼透。但計劃趕不上變化。2010年4月，也就是 Siri 上線僅僅2個月後，蘋果來了。據說收購價超過2億美元，具體數字蘋果從來沒公開過。而拍板這筆收購的正是喬布斯本人。有傳言說，喬布斯連續24天打電話給 Siri 的聯合創始人，就為了說服他們加入蘋果。這可不是喬布斯的一時興起。其實早在1987年，蘋果就做過一個概念視頻，叫《知識導航者》，裡面就設想了一個能對話的智能助手。視頻裡的時間設定是2011年9月，而 Siri 真正發布的時間是2011年10月，只差1個月。這種預見性確實有點神。蘋果收購 Siri 之後，立刻把它從應用商店下架了，開始整合進 iOS 系統。2011年10月4日，蘋果在總部庫比蒂諾舉行發布會，菲爾·席勒上台介紹 iPhone 4S， 重頭戲就是 Siri。這是個特殊的日子，這場發布會是喬布斯生前最後一次參與的產品演示。就在發布會前幾周，他把團隊召集起來，親自測試 Siri。據說他問了句：“你是男的還是女的？” Siri 回答：“我還沒被分配性別，先生。”喬布斯聽了特別開心。第二天10月5日，喬布斯去世了，所以 iPhone 4S 這個4，很多人說代表 For Steve， 為喬布斯而做。Siri 的上市引起了轟動，預購開始後24小時內就賣出了100萬台 iPhone 4S， 前3天銷量超過400萬台，是 iPhone 4首發的2倍多。電視廣告鋪天蓋地，馬丁·斯科塞斯、佐伊·丹斯切爾這些大明星都在廣告裡跟手機對話，問外面下雨了嗎？這種畫面在當時看來簡直就是魔法。要知道，那會兒安卓手機雖然也有語音功能，但基本就是個玩具，遠遠比不上 Siri 的智能程度。但這裡有個技術細節很關鍵。Siri 的語音是怎麼來的？最早的美國版 Siri 聲音來自一位叫蘇珊·貝內特的配音演員。有意思的是，他是在2005年錄制的這些音頻，當時他壓根不知道這會被用在手機助手上。他跟一家叫 Scansoft 的公司合作，
後來這家公司併入了 Nuance 通訊，成了 Siri 語音識別引擎的供應商。貝內特錄了幾千個短語，涵蓋各種發音組合，然後蘋果的工程師把這些片段像拼圖一樣拼起來，形成完整的回答。所以早期的 Siri 聽起來有點機械，因為確實是一段段拼接的。後來蘋果換成了深度學習的語音合成技術，聲音才變得更自然流暢。英國版的聲音來自喬恩·布里格斯，一個前科技記者，他給 BBC 的智力競賽節目最弱環節當了12年旁白。他也是在電視上聽到自己的聲音，才知道原來自己成了 Siri。蘋果從來沒有正式承認過這些配音演員的身份，但他們自己都陸續公開了。剛發布的時候 ，Siri 確實是革命性的，但很快問題就來了。首先是服務器扛不住，蘋果沒想到大家會這麼頻繁的用 Siri， 請求量遠超預期，後台系統經常崩潰。然後是識別準確率，對某些口音，比如蘇格蘭口音、波士頓口音、南方口音 ，Siri 基本聽不懂。還有就是你得說的特別標準、特別僵硬，它才能理解。你要是隨便一句給傑森·克林特、薩姆和理發條短信說咱們去銀雲餐廳吃飯 ，Siri 只會給傑森發，內容是克林特、薩姆和理說咱们去銀雲餐廳吃飯。這種尷尬的失誤天天上演。更要命的是，蘋果內部開始出問題了。2012年，負責 iOS 的高級副總裁斯科特·福斯特爾和理查德·威廉姆森因為蘋果地圖的災難性發布被炒了魷魚。這兩人恰好也負責 Siri 項目。威廉姆森後來還專門發文說 ，Siri 發布後就是個災難，慢得要死，還經常不工作，代碼裡全是嚴重的 bug， 這鍋全是原來 Siri 團隊的，跟我沒關係。這種甩鍋的態度，你就知道團隊協作有多糟糕了。然後就是路線之爭 ，Siri 最初的願景是成為 AI 的應用商店，讓第三方開發者都能接入，用戶可以通過 Siri 調用各種服務。但這個計劃一直被擱置，資源被挪到別的地方，一直到2016年，蘋果才推出了 Siri Kit， 但也只支持10個類別的操作，比如叫車、付款、代辦事項。幾個核心工程師陸續離職或者轉崗了。更離譜的是，2015年亞馬遜發布 Echo 智能音箱的時候 ，Siri 團隊竟然都不知道蘋果在做 HomePod 音箱項目。這種保密文化到了病態的程度，連自己內部團隊都互相不通氣。2014年，亞馬遜的 Alexa 來了，直接瞄準智能家居市場，能控制燈光、恆溫器、各種智能設備。Alexa 的設計靈感來自《星際迷航》。下一代裡企業號飛船的電腦語音，波蘭開發者做出原型後被亞馬遜收購。2016年，谷歌助手登場，背靠谷歌強大的搜索引擎，回答問題的準確率碾壓 Siri。有研究機構做過測試，向3個助手各提800個問題，谷歌助手正確率 93%， Siri 只有 83%， Alexa 更慘，只有 80%。但到了2019年 ，Alexa 進步到了能跟 Siri 持平。而谷歌助手依然遙遙領先。Siri 開始掉隊了。從2013年到2018年，各種負面報道接連不斷。2013年，有用戶起訴蘋果，說 Siri 根本做不到廣告裡演的那些事。iPhone 4S 如果沒有 Siri， 就是個更貴的 iPhone 4。法官最後駁回了訴訟，理由是原告沒有提供足夠的證據，證明蘋果存在虛假宣傳。但這起碼說明用戶的不滿已經到了要打官司的程度。2016年，科技媒體 The Verge 發文說 Siri 的大升級沒意義，如果它連用戶說的話都聽不懂的話。文章指出 ，Siri 最基本的問題還是語音識別不夠好，就算識別對了，結果也經常很笨拙。更尷尬的是，亞馬遜的 Alexa、微軟的 Cortana、谷歌助手都已經是成熟的競爭對手了。還有就是一些社會責任問題。2013年之前，你要是對 Siri 說我想跳橋，它可能會給你搜索最近的橋在哪兒。後來蘋果跟全國自殺預防熱線合作，改進了這類回應。2016年，研究發現 Siri 對性侵犯和家暴的回應也不夠得體，蘋果又緊急更新了算法。最致命的是，蘋果失去了技術人才。據 The Information 報道，斯里尼瓦桑、文卡塔查里、史蒂文、貝克、阿南德、舒克拉這些核心人物都被谷歌 CEO 桑達爾·皮查伊親自挖走了。原因很簡單，谷歌更願意擁抱大語言模型這種新技術，而蘋果高層對 AI 始終保持謹慎，怕出大簍子上頭條。
庫克甚至親自挽留過這些人，但還是沒留住。到了2018年，蘋果內部有前員工匿名爆料，說 Siri 從一開始就是個半成品，是被強行塞進 iPhone 4S 裡的。團隊內部一直在爭論，到底是繼續打補丁還是推倒重來。有人說亞馬遜的 Alexa 剛發布就非常穩定， Siri 要達到那個水平，幾乎得把一切都推倒重來。更糟糕的是，不同的經理有不同的願景，有人覺得 Siri 應該快速準確地抓取信息，有人覺得它應該成為一個能對話、能處理複雜任務的智能助手。這種分歧導致項目一直在搖擺，沒有清晰的方向。與此同時，競爭對手在狂奔。2017年 Sonos 推出了支持 Alexa 的音箱， Bose 推出了同時支持谷歌助手和 Siri 的無線耳機。2018年 Roku 發布了自己的娛樂助手。阿里巴巴的天貓精靈、百度的小度、三星的 Bixby 都陸續上線。整個行業進入了語音助手的軍備競賽， Siri 卻像被時間凍結了一樣。網上開始流傳各種段子和表情包，調侃 Siri 有多不靠譜。Siri， 你為什麼這樣？成了固定句式。很多人甚至把 Siri 當成一個笑話。蘋果當然也在努力。2014年 iOS 8加入了 Hey Siri 喚醒功能，不用按按鈕就能激活。2015年增加了個性化語音識別，防止別人的聲音誤觸發。2016年終於開放了有線的第三方接口，支持消息、支付、叫車和網絡電話類應用。但這些都是小修小補，沒有根本性的突破。真正的問題在於底層架構。Siri 的代碼庫已經老化，是基於10年前簡單的命令響應邏輯構建的，根本不適合現代的生成式 AI 技術。工程師們試圖把新的大語言模型整合進 Siri， 結果發現這簡直是災難。新舊代碼衝突，核心功能崩潰，體驗變得更糟糕。這種技術債務迫使蘋果把 Siri 的基礎設施拆分成2套系統，進一步延緩了開發進度。原本承諾2024年底推出的增強版 Siri 一拖再拖，到現在還沒完全兌現。轉折點出現在2022年底 ，OpenAI 發布了 ChatGPT， 一夜之間改變了整個行業的遊戲規則。人們突然意識到，原來 AI 可以這麼聰明，可以寫詩、寫代碼，甚至進行深度對話。蘋果慌了，內部測試顯示，蘋果自己的聊天機器人技術比 OpenAI 的模型準確率低 25%。這個差距太大了，根本沒法靠自己追上。於是，在2024年6月，蘋果在 WWDC 開發者大會上宣布了 Apple Intelligence， 也就是蘋果智能。核心內容包括寫作工具、郵件總結、通知摘要、照片清理功能，還有最重要的 Siri 的全面升級。蘋果承諾，新版 Siri 將擁有更強的語言理解能力，能跟上你磕磕絆絆的說話方式，能記住上下文，還能在文字和語音之間自由切換。最酷的是，它會有屏幕感知能力，能理解你手機上正在显示的內容，直接幫你操作。比如看到朋友發來的地址，你就可以說把這個加到他的聯繫人裡。它還能跨應用操作，比如把周六燒烤的照片發給瑪利亞 ，Siri 會自己去相冊找照片，打開短信發送。但這些激動人心的功能到現在都還沒完全實現。2024年10月 ，iOS 18.1 推出了 Apple Intelligence 的第一波功能，包括寫作工具、郵件摘要、更自然的 Siri 對話、照片清理功能等。Siri 確實變聰明了一點，能理解你說話結巴了，能通過打字交流，界面也換了個炫酷的發光邊框。但那些真正革命性的功能，比如個性化的情境理解、跨應用深度整合，全部推遲了。原本計劃在 iOS 18.4 發布的進階功能，現在說要等到2026年春天，也就是 iOS 26.4 的時候。有消息說，甚至可能要到2027年的 iOS 20才能完全實現。蘋果在12月又宣布，核心的個性化 Siri 功能要繼續延期。這種一再跳票的節奏，嚴重消耗了用戶的耐心。科技博主 John Gruber 評論說，這並不意外，但依然令人失望。如果不是整個行業和華爾街都陷入了生成式 AI 的狂熱， Apple Intelligence 根本不會在去年的 WWDC 上宣布，而應該等到今年。與此同時，蘋果還跟 OpenAI 達成了合作，在 Siri 裡集成了 ChatGPT。
當 Siri 遇到複雜問題答不上來的時候，會問你要不要讓 ChatGPT 來回答。這在某種程度上承認了蘋果自己的技術還不夠強，需要借助外部力量。未來谷歌的 Gemini 可能也會被整合進來，給用戶更多選擇。為什麼會這樣？根本原因有幾點。第一，蘋果的文化太保守了，高層擔心 AI 犯錯上新聞，所以一直不敢放手稿。結果就是別人試錯改進、快速迭代的時候，蘋果還在內部爭論。第二，技術債務太重 ，Siri 的底層架構是10年前設計的，跟不上現代 AI 的節奏，重構又是個浩大的工程。第三，人才流失，關鍵的 AI 科學家都被谷歌挖走了，剩下的團隊要從頭開始。第四，資源分配不足，跟微軟、谷歌、Meta 這些公司比，蘋果在 AI 基礎設施上的投入根本不在一個量級。微軟今年在資本支出上花了800億美元，谷歌750億 ，Meta 650億，蘋果只花了127億，增幅35%，但這個數字甚至不如蘋果自己在2018年的投入。現在的情況是 Siri 在全球有數億用戶，畢竟 iPhone 的裝機量擺在那兒。但在滿意度和能力上，它已經被競爭對手甩在身後了。谷歌助手回答問題更準確 ，Alexa 在智能家居領域稱王，就連三星的 Bixby 都能控制更多設備功能。Siri 除了在蘋果生態內的整合做得還不錯，其他方面都顯得落後。問題在於，蘋果未來的很多產品都要依賴一個聰明的 Siri。據報道，蘋果有一款智能屏幕產品，類似於亞馬遜的 Echo Show 或谷歌的 Home Hub， 已經準備好1年多了，就是因為要等 Siri 升級才能發布。你想想，庫克得多心疼，硬件都造好了，就是因為軟件不行，只能堆在倉庫裡。還有傳聞中的智能眼鏡，對標 Meta 的 Ray-Ban 智能眼鏡，這種產品完全要靠語音交互，沒有好用的 Siri 根本玩不轉。就連 HomePod 的音箱在市場上也表現平平，因為跟競品比 ，Siri 的功能實在太局限。不過話說回來，蘋果也不是完全沒有優勢。在隱私保護上，蘋果做的確實好。大部分 Siri 的處理都在設備端完成，不需要把數據傳到雲端。就算有些複雜任務需要用到服務器，蘋果也通過私有雲計算技術，用自家的芯片搭建服務器，確保數據不會被保留或洩露。這在當下這個數據隱私成為焦點的時代，是個巨大的賣點。相比之下 ，Alexa 和谷歌助手都要把你的語音數據傳到雲端處理。雖然他們也有加密和匿名化措施，但總歸不如蘋果徹底。另外，蘋果的生態整合也是別人比不了的。如果你用的是 iPhone、iPad、Mac、Apple Watch、AirPods 全家桶 ，Siri 能在這些設備之間無縫切換，體驗是統一的。你在手機上問的問題，可以在手錶上看到回答；你在 Mac 上設置的提醒，會在 iPhone 上推送。這種連貫性是蘋果的拿手好戲。所以 Siri 的未來會怎樣？坦白說，現在還不好說。蘋果已經換了新的負責人，把做 Vision Pro 頭銜的麥克·洛克威爾調過來管 Siri 項目。洛克威爾之前對 Siri 很不滿意，因為他試圖讓 Siri 成為 Visionos 的核心，結果發現根本靠不住。現在讓他來修復自己吐槽過的東西，算是置之死地而後生吧。如果2026年春天蘋果真能推出那個承諾已久的超級 Siri， 能理解上下文，能跨應用操作，能像真人助理一樣工作，那或許還有翻盤的機會。但問題是，到那時候競爭對手又會進化到什麼程度？ ChatGPT 已經能用語音聊天，還能中途打斷，能唱歌，能用各種方言。谷歌的 Gemini 整合了搜索、地圖、郵件、日曆全套服務。Meta 在開發自己的 AI 助手，微軟的 Copilot 也在不斷進化。Siri 如果再不快點，可能連追趕的機會都沒了。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， Siri 的故事其實挺有啟發性的。它告訴我們，技術領先不代表永遠領先，先發優勢如果不持續投入，很快就會被蠶食殆盡。它也說明創新需要勇氣，需要容忍失敗，需要快速迭代。蘋果曾經在 Siri 上開創了一個時代，但後來因為太保守、太完美主義、太保密，反而束縛了自己。從2007年的 DARPA 軍方項目，到2010年的獨立應用，到2011年的 iPhone 4S 明星功能，再到今天的尷尬處境， Siri 的10幾年像過山車一樣跌宕起伏。它曾經讓我們看到未來的樣子，也讓我們明白了技術的進步從來不是一帆風順的。
最後說一句，下次你用 Siri 的時候，不管它是幫你設了個鬧鐘，還是又聽錯了你的話，都可以想想它背後這段複雜的歷史。畢竟，這個小小的語音助手承載着人類和機器對話的夢想，也見證了一個科技巨頭在 AI 時代的掙扎與轉型。未來會怎樣？咱們